大家好，补充投资小知识的 Slow 萝莉来咯，欢迎来到雪萝莉的频道。近段时间市场不太平，股票急涨急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好风险管理了。当我们做短线投资的时候，就需要做好止损，预防像3月份那样的大跌直接断融而造成巨额亏损。有小伙伴询问到，止损是什么意思呢？压力位又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跌破了止损位呢？这里我就跟大家慢慢解释。大家记得订阅以及点击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其实止损也叫割肉，是指某一投资出现的亏损达到了预定的数额时，及时斩仓出局，以避免形成更大的损失。其目的就在于投资失误时把损失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股票投资与赌博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可以通过止损把损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同时又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成功的报酬。换而言之，止损使得以较小的代码博取较大的利益成为了可能。那么怎么知道止损的位置在哪里呢？这里就需要先理解什么是支撑位和阻力位了。支撑位是指当股指或者股票跌到某一位置附近的时候，停止下跌，甚至还可能回升，这是多方在此价位买入造成的。这个阻止继续下跌的点位就是支撑线所在的支撑位。而阻力位又称压力位，是指价格上涨到某一价位的时候，价格停止上涨甚至回落。这两个位置的形成原因在于，当股价在一个价格区间波动时间越久，表明这个区间买进的投资人越多，股价跌破这一区域，买进的投资人被套，随着时间的推移，侥幸心理减少，当股价重新回到该区域，大多数投资者会选择卖出解套，减少损失，在这个区域也就形成了阻力位。反之，如果股价向上突破，随着股价的不断上涨，投资人获利越来越丰厚，获利回吐的压力造成股价回落。当重新跌至这一价格波动区间，在这价格区域处买进的投资人因利润减少或者除去手续费已没有多少利润了，导致卖出的人越来越少，卖压减弱，股价获得支撑。在高位卖出的投资者又会在此区域反手买进，期待股价再次升高时再卖出，这就是支撑形成的原因。在股价运行时，阻力和支撑是可以互换的。具体的说，如果巨大的阻力位被有效突破，那么该阻力位则反过来变成未来重要的支撑位。反之，如果重要的支撑位被有效击穿，则该价位反而变成今后股价上涨的阻力位了。根据阻力位和支撑位的原理，我们在选择止损位的时候，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支撑位置。等股价确认是反弹向上，然后算好盈亏比，如果预期盈利的比例比跌至止损位亏损的比例大，那么就可以作为一个买入点，作为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另外一个基本的数学知识一定要明白，当你出现了 10% 的本金亏损的时候，你需要获得 11% 的回报才能回本。本金亏损达到 30% 的时候，你就需要获得 42.8% 的回报才能回本。当本金亏损一半，也就是 50% 的时候，你需要获得 100% 的回报才能回本。当本金亏损高达 80% 的时候，你需要获得 400% 的回报，也就是4倍回报才能回本。所以当投资的时候选择合适的止损点，说明你已经为你的投资找到了相对止盈的目标，在成功的投资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了，有一部分投资者是不设置止损的，例如股神巴菲特，他是越跌越买。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他选择的投资都是属于长线投资策略的价值投资。当公司股票的股价低于公司的内在价值时，价值投资者就会选择买入该公司的股票，直到股票回归公司本身的内在价值。在众多投资方法里面，最难掌握的方法就是价值投资，因为公司的内在价值是很难估算的。虽然账面价值在公司的资本负债表里面可以查到，但是未来公司的行业地位、盈利模式、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些都无法用数字表现出来的价值，作为外行人是很难做出准确的分析的。就算巴菲特这样把价值投资玩得风生水起的大拿，也不敢随便触碰科技领域的股票，这就是因为关于未来价值实在是太难预测了。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我们还是乖乖的做好风险管理，设置好止损位置吧。当美股市场出现第二条腿的时候，果断止损，防止出现更大的亏损。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咯，希望大家都能做好风险管理，天天赚大钱。都看到这里了，还不给萝莉来个好评吗？谢谢大家的观看，萝莉也要回去充电哦。